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近期的一个深夜，由于伊朗的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骤然升温，全球风险资产应声回落，而数字资产市场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多头洗盘。短短几个小时内，比特币的价格防线被撕碎，一路跌破了64000美元大关，创下近几个月来的新低。全网超过18亿美元的杠杆头寸瞬间爆仓，其中做多资金占据了15.3亿美元。市场的恐惧与贪婪指数降至冰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要看懂这场暴跌背后的深层逻辑，我们不能只盯盘面的走势图，必须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市场上最大的一条巨鲸身上，也就是微策略公司。把时间拨回2020年，迈克尔·塞勒做出了一个改变公司命运的决定。他带领这家传统的商业软件企业，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比特币囤积计划。塞勒的底层商业逻辑非常清晰，在法定货币购买力持续贬值的时代，把公司账面上的现金变成具有稀缺性的数字资产，是唯一能对抗通胀的财务防守。微策略不仅把自有现金全部投了进去，他们还娴熟地玩起了华尔街的资本游戏。通过发行低利息的可转换债券以及在高位增发股票，他们把融来的廉价资金源源不断地变成比特币。在长达41个月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像一台永动机一样只买不卖，总共囤积了数十万枚比特币。这个持仓规模让他们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企业数字资产持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微策略已经不再是一家普通的软件服务公司，它变成了整个多头阵营的心理防线。迈克尔·塞勒在无数个公开场合坚定地布道，宣称他们会持有几十年，永远不会出售。这种狂热的布道精神让微策略的股票本身获得了巨大的溢价，甚至被许多传统基金当成了买不到现货基金时的完美替代品。然而，就在近期，一份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文件击碎了这个不败神话。根据最新的文件披露，微策略在5月底的一周内在市场上卖出了32枚比特币，套现大约250万美元。公司给出的出售理由是为了支付优先股的股息。同时，另一份表格也显示，公司内部高管正在抛售与受限股票归属相关的普通股。如果单纯计算财务金额，这笔250万美元的抛售，在他们庞大的总持仓面前，连一个零头都算不上，占比仅仅只有0.038%。但就是这微不足道的32枚比特币，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挑断了整个市场的信仰底座。马凯特大学的金融学教授大卫·克劳斯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名为《持币信仰的裂痕》的学术论文。研究团队发现，在这笔交易披露前后的6个交易日里，比特币产生了负 16.2% 的异常回报，而微策略的股价更是重挫了 20%。学术界的数据模型证明，华尔街的交易员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微不足道的摄入误差，而是将其视为企业国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强烈信号。我们要深挖这32枚比特币背后的财务动机。为什么一家账面上有着海量浮盈的公司会被迫打破自己绝不出售的誓言？答案隐藏在微策略复杂的资本结构里。著名的资产管理机构灰度投资近期发布了一份深度研究报告，揭示了微策略发行的永久优先股的致命机制。这种优先股目前需要支付高达 11.5% 的股息。当微策略的股价出现剧烈波动，或者优先股的市场价格跌破票面价值时，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回报率就会更高。微策略当然可以选择提高股息率来安抚投资者，但这就意味着公司在未来需要承担更加沉重的现金流支出义务。在公司核心的软件业务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来覆盖这些庞大金融成本的情况下，抛售资产池里流动性最好的比特币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清楚地告诉所有的机构投资者，在现实的现金流压力面前，任何宏大的叙事都要向资产负债表低头。在这个资金成本高昂的紧缩周期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非卖品。当连市场上最坚定的超级多头都必须依靠变卖核心资产来支付股息时，市场底层的心理锚点就彻底动摇了。这种恐慌情绪迅速在传统金融的管道里蔓延开来。美国现货基金的资金流向数据给出了最诚实的答案。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仅仅在6月的第一周，就有超过27亿美元的资金从主要的现货基金中大举撤出，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单周资金流出记录。那些在2年前因为现货基金获批而涌入的华尔街机构，正在以冷酷的姿态抽身离场。资本撤退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庞大且不容忽视的宏观背景。资金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回报率更高、确定性更强的新战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比特币作为科技板块的延伸，经常能享受到纳斯达克科技股上涨带来的溢出资金。华尔街的量化模型普遍将其视为一种高弹性的成长型资产，与标普500指数保持着高度的正相关性。但现在，这个维系多年的资金纽带被彻底切断了。同样是在6月的第一周，当现货基金遭遇27亿美元大撤退的同时，美国的4只大型半导体指数基金，包括泛达半导体基金和安硕半导体基金，却在疯狂吸金超过30亿美元。今年以来，流入半导体板块的资金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10亿美元。美国半导体股票在过去1年里大涨了 170%， 而比特币却在今年跌去了1/3的价值。机构投资者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当英伟达、戴尔、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真实可见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当哪怕是生产铜线的企业都在因为算力需求而利润大增时，资本不可避免的会从纯粹的共识资产中抽离，去追逐那些有着真实业绩支撑的科技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这条庞大的吸金机器正在无情地边缘化数字资产市场。原本属于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资金池，现在有了更加性感且具备实质性工业革命意义的去处。资金的选票是残酷的，他们流向了真正能够产生商业飞轮效应的物理基础设施，而不是停留在消耗巨大电力却只产出随机哈希值的虚拟网络中。宏观资金的抽离和价格的单边下跌，正在将行业底层的重资产参与者推向生死边缘。北美大型矿企的最新财报揭开了这场寒冬中残酷的产业真相。以北美最大的上市矿企马拉松数字为例，在他们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中，交出了一份录得 12.6 亿美元巨额净亏损的成绩单，营收为 1.74 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1.81 亿美元。这份惨淡的财报直接导致公司股价在盘后大幅下挫。深挖这份财报的细节，造成这笔庞大亏损的核心原因，除了公司持有的数字资产在价格暴跌后产生的超过10亿美元非现金公允价值损失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产出机制的变化。在经历产量减半事件后，整个网络的产出直接腰斩，这就意味着矿企需要消耗同样甚至更多的电力和设备折旧，却只能换回以前一半的收益。当资产价格维持在8万美元上方的高位时，算力成本的增加还能被丰厚的利润率所掩盖，但随着价格无情地跌破65000美元的生命线，大量背负着高昂债务的矿企被迫进入了投降式抛售的阶段。但这份财报里最具前瞻性的数据是一笔高达4590万美元的重组费用。这笔庞大支出的背后隐藏着马拉松数字管理层一场关乎公司生死的战略大转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在产量减半和价格低迷的双重打击下，纯粹依靠消耗电力去运算无意义哈希值的传统模式，已经变成了一台吞噬现金的机器。为了生存，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目前最赚钱的生意，那就是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在第一季度，马拉松数字动用了大量资金，收购了外部技术公司的多数股权，并开始大规模整合能源基础设施。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已经买下了位于美国核心区域电网内的一座505兆瓦的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发电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产业转移事件。曾经依靠廉价电力挖掘数字资产的先行者，现在正利用他们手里最宝贵的资源——成规模的电力入网许可和现成的工业级散热厂房，全速改造自己的资产。他们要彻底摆脱单一的挖矿业务，利用手里庞大的电力资源，装上最先进的图形处理器，转型成为能够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力支持的数据中心运营商。算力成本与价格的倒挂，迫使这些企业重新回到现实的物理世界，去跟传统的云计算巨头抢夺能源基建的蛋糕。这种来自产业源头的战略转向和资本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原生网络代币本身的长期信心。当我们把视线从比特币转移到以太坊上时，
会看到一幅同样令人担忧的生态割裂画面。以太坊的价格近期一路跌穿了关键支撑位，在$1700附近艰难挣扎。如果对比它在历史最高点时的表现，回撤幅度已经达到了60%。它不仅同样面临着机构资金持续流出的重压，更重要的是，它在自身的商业叙事上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以太坊团队原本计划在今年第3季度推出一项名为格拉姆斯特丹的重大网络底层升级，目标是大幅度提升网络的交易吞吐量，并降低数据存储的手续费成本。这种底层架构的迭代原本是用来吸引去中心化应用开发者和资金回流的重磅利器，但在目前的宏观背景下，市场并没有耐心去等待技术的缓慢变现。真正动摇以太坊价值捕获能力的是稳定币的强势崛起和二层网络对价值的抽离。根据链上数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原生代币的市场份额正在被泰达币等锚定美元的稳定币快速蚕食。1年前，稳定币只占整个市场份额的7%，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近13%。在日常的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中排名第一的稳定币，一天的真实交易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总和。投资者和商业机构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没有波动的稳定币来进行实际的价值转移，而不再愿意承担基础网络代币的巨大价格波动风险。当资金只是在生态系统内通过稳定币进行高频流转，各种二层网络又把大量的交易手续费拦截在自己的体系内，以太坊作为底层基础设施的盈利预期就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它变成了维护账本安全的免费打工者，却失去了从繁荣的生态中抽取利润的定价权。在这场现货市场的洗盘与流动性枯竭中，华尔街的衍生品市场却在悄悄收紧对这个行业的终极控制权。2026年6月5日，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正式宣布，其全新的比特币波动率指数期货已经上线交易。首批交易由迪维链和莫纳克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宗交易的形式完成。这是一个深刻改变行业定价规则的历史性时刻。在这个提供全天候交易的严密监管框架下，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完全独立于资产价格绝对涨跌，纯粹用来交易波动率的金融工具。莫纳克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直言，随着市场逐渐成熟为一种主流的机构资产类别，客户对复杂的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正在与日俱增。迪维链的负责人也表示，在一个受监管的平台上，独立于价格方向进行纯波动率交易，对于整个广阔市场来说是一次关键的进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华尔街的大型量化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通过笨拙的买卖现货来规避风险。头部期权交易平台的隐含波动率指数近期攀升至数月来的高点，机构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复杂的衍生品，在市场恐慌时精准对冲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们甚至可以利用散户的恐慌情绪，通过卖出高昂的波动率溢价进行无风险套利。随着这种机构级别的衍生品工具不断丰富，数字资产正在加速融入传统金融的深水区。华尔街正在用他们最擅长的数学模型、算法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工程，对这个市场进行彻底的收编。这也宣告了那个依靠个人直觉和杠杆就能在市场上博取暴利的莽荒时代正在永远落幕。普通散户在这个市场里想要单靠现货做多赚钱的难度正在大幅上升，因为你的对手盘已经变成了武装到牙齿的华尔街量化机器。在这个不讲感情的金融斗兽场里，价格的下跌从来不是因为某种技术的突然失效，而是宏观流动性转移、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和产业底层逻辑重构的综合反应。从微策略被迫出售资产打破不败神话，到现货基金遭遇史无前例的资金出逃，从北美矿企不堪重负转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到华尔街用波动率期货完成对市场的降维打击。当潮水轰然退去，那些被高杠杆和狂热情绪掩盖的脆弱环节全部暴露无遗。在这场残酷的去杠杆战役中，决定最终胜负的早已不是对某种代码的狂热崇拜，而是谁能在漫长的资金消耗战中死死守住自己的现金流底线。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